最近王一博在微博上随手分享的一段日常，又悄悄在粉丝圈和独立内容创作者群体里掀起了不小的讨论。没有团队精心打磨的宣发文案，也没有滤镜拉满的精修画面，就是一条带着即兴感的短视频，配上他亲口录制的语音和几句大白话。说实话，看到这条动态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偶像又营业了，而是这哥们是真的在把创作当成生活过。他不仅晒了自己用软件做的音乐和剪辑片段，还顺手把压箱底的参数设置都抖落出来，甚至直言以后会把这类内容常态化更新在微博。这种不端着、不藏私的分享姿态，放在如今这个流量迭代快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泛娱乐环境里，反倒显得格外踏实。咱们今天不妨就顺着他这几句随口的念叨，聊聊一个公众人物是怎么在镜头背后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内容节奏的。其实仔细想想，这种把工作台搬到大众面前的做法，早就不是单纯的互动宠粉了，它更像是一种创作观的透明化。我个人一直觉得，当艺人愿意褪去包装，把摸索过程摊开来看时，内容本身的厚度反而会被成倍放大。视频开头，他提到早上随手拍下的一只麻雀，语气里带着点孩子气的得意，你看它多可爱，但是没有你可爱，么么哒。这话听着随意，但细品其实挺有讲究的。现在不少公众人物分享日常，往往卡在精致和真实的夹缝里，生怕太生活化失了格调，又太刻意显得做作。他倒好，直接拿一只麻雀当引子，既交代了拍摄场景，又顺带把情绪递给了观众，没有长篇大论，却把分享欲这件事落得很实。我挺欣赏这种处理方式的。你看，创作最怕的就是为了分享而分享，当他把镜头对准窗外的一只小鸟，在自然过渡到想为观众做点什么的时候，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就出来了。这不正是现在内容生态里最缺的东西吗？我们看多了算法推出来的完美人设，偶尔看到一点带着毛边的、有温度的碎碎念，反而会觉得踏实。毕竟，真正的陪伴感，从来不是靠精修图堆出来的，而是靠这种我今天看到什么，第一个想告诉你的下意识。能把瞬间的触动转化为持续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很稀缺的创作天赋。紧接着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以后我就把为你做的小视频发在微博里。这句话分量不轻。微博作为公开社交平台，信息流刷新极快，内容稍纵即逝，很多人把它当成通告宣发的中转站，发完就走。但他选择把自制内容留在这里，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有长期主义意味的事。你想啊，自制视频从构思、拍摄、配乐到剪辑，哪一环都不轻松，能坚持定期产出，本身就是一种内容承诺。而且微博的评论区生态相对开放，反馈直接，创作者能第一时间看到观众的共鸣点或者槽点，这对调整创作方向特别有帮助。我倒是觉得，这已经超出了传统偶像互动的范畴，更像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在搭建自己的私域阵地。现在很多人总说平台红利见顶，但其实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流量，而是能让人愿意停下来看完，甚至想收藏反复看的东西。他愿意把时间花在剪辑台上，再把成品直接端给关注者，这种去中间商的只给模式，反而在无形中拉高了内容的信任度。说白了，真诚从来不是策略，但真诚用对了地方，往往比任何数据运营都管用。把创作周期拉长，把更新节奏稳住，才是对抗信息焦虑的最好方式。再聊聊他提到的音乐制作部分。他说今天的音乐是我用酷乐队做的，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学习制作一点简单的音乐。酷乐队在专业音乐人眼里可能只是个入门工具，但对想跨界尝试的艺人来说，它恰恰是打破技术门槛的最好跳板。很多人一提到做音乐，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动辄几十万的录音棚，复杂的调音台和枯燥的乐理知识，但其实数字音频制作早就进入了人人可上手的时代。他能主动摸透这款软件，说明他不是在玩票，而是真的在摸索一套属于自己的声音表达逻辑。而且他说的是简单的音乐，这话特别实在。现在不少跨界作品一上来就追求宏大编制或复杂编曲，结果反而失去了个人特质。反过来，用基础音色拼贴出贴合情绪的小段落，往往更能打动人。我个人一直觉得，音乐制作的本质不是炫技，而是把说不清的情绪变成听得见的频率。他愿意从基础软件起步，不急着标榜专业，反而留出学习和试错的空间。这种心态在急于求成的行业里显得特别清醒。你看现在全球的音乐趋势，卧室制作人早就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工具平民化让创作回归了表达本身。能在这个节点上迈出这一步，与其说是技能拓展，不如说是对自我创作边界的一次温柔试探。
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顺手抛出的那个剪辑干货，我刚刚发现用剪映会变成低帧率，得特意改成120帧率才是原来的清晰度，但是文件也大了很多。这话听着像随口吐槽，但其实精准踩中了当下短视频创作者普遍会遇到的痛点。剪映这类工具为了适配移动端上传和平台压缩逻辑，默认导出参数往往会牺牲一部分画质和帧率来换取加载速度。很多新手做完视频一看，明明剪的时候挺流畅，一发出去就糊成马赛克，原因就在这儿。他能自己摸出120帧的解决方案，说明他不是随便套模板，而是真在反复预览、对比、调试。而且他特意提到文件变大，这其实是个很现实的取舍问题。高帧率意味着更丝滑的运动画面，尤其适合舞蹈、街拍这类动态内容，但代价是存储空间翻倍，上传时间拉长，甚至可能触发平台的2次压缩。我挺佩服他能在这种细节上较真。做内容的人都知道，技术从来不是目的，但忽略技术，创意就容易打折。他把这个参数问题摊开来说，等于给很多还在摸索期的创作者提了个醒，别光盯着滤镜和转场，底层参数才是画质的命门。说实话，现在网上教剪辑的教程铺天盖地，但多数都在讲怎么炫，很少人愿意花时间去讲怎么不翻车。他这种把踩过的坑直接变成经验包的做法，特别接地气。你看，创作这件事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能成的，把过程摊开，反而能让更多同路人少走弯路。这种愿意分享失败路径的态度，比只晒成品珍贵的多。把这几块拼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次分享早就超出了单一叙事的框架。它更像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在数字时代里的自我迭代，从随手记录生活，到尝试音频制作，再到死磕剪辑参数，最后选择公开分享。这一套动作下来，其实勾勒出了一条很清晰的创作路径，不依赖团队代劳，不迷信专业壁垒，用工具填补表达缺口，用透明建立信任。在泛娱乐领域普遍追求安全牌的当下，这种愿意把半成品、学习过程甚至技术失误都展示出来的态度，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竞争力。我总觉得现在的观众早就看透了完美人设的流水线作业，大家真正想看的是这个人是怎么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他愿意把软件的工程逻辑、剪辑的帧率陷阱，甚至清晨拍麻雀的冲动，都变成内容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在重新定义公众人物和创作者的边界。从行业角度看，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倒逼更多从业者放下包袱，把内容生产权部分收回自己手里。毕竟，当 AI 都能一键生成配乐和剪辑模板的时候，真正能留下痕迹的，永远是那些带着个人体温的、有摩擦感的创作过程。把创作权握在自己手里，才是对作品最大的尊重。说到底，这条动态之所以能让人反复回味，不是因为里面藏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技术突破，而是因为它足够人味儿。他没用宏大的词藻包装自己，也没用复杂的流程吓退观众，就是老老实实的说，我今天拍了只鸟，做了段音乐，剪视频时发现帧率会变，以后我会常发。这种近乎白描的叙述，反而把创作的本质还原得清清楚楚。咱们做内容的人，或者只是单纯喜欢记录生活的人，大概都能从里面照见自己。技术会迭代，平台会更迭，流量会起伏，但那种我想做点什么给你看的原始冲动，永远是内容生态里最坚硬的底色。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分享，不为了证明什么，就为了在快节奏的互联网里留一点慢慢打磨的耐心。毕竟，真正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从来不是最完美的作品，而是那些带着呼吸感，愿意和你一起成长的记录。